歼20作为我国目前唯一的5代战机，其威慑力毋庸置疑。不过因为一直没有改良舰载版本，因此远程打击能力上还不得不单纯的依靠火箭军救场。不过就在最近，中航却传来了好消息，歼20的持续性远程作战能力已经得到保障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最近，中国航空工业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一句话，在中国网络上引起了剧烈反响。由运20大型运输机改装设计研发的新型加油机，不久之后就即将亮相。文字不多，内容却不少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在运20诞生时，军方就有意将其改良成解放军空军的未来加油机。而在2018年的时候，英国传统军事媒体《简氏防务周刊》就通过军事卫星图片判断，中国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出现了由运20改装的加油吊舱正在进行测试，并执行飞行测试。而如今，官方直接公开这一消息，无疑也证明此前英国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推测是有效的。根据空军大学航空开放日活动上公开的数据，运20大型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179吨，最大载油量77.5吨，最大载重量55吨。换而言之，运20改加油机机身载油量应该与之相同或者更多。另外，官方也曾指出过，运20改装加油机曾经借鉴了伊尔系列运输机的经验，增加油量的方法可能与伊尔78系列空中加油机相同，都是在机舱内安装航空油罐来增加载油量。按照伊尔 78M 的载油改装方式推算，则可以在运20货舱内安装2个18吨的油罐，这样一来，运20的最大载油量可以达到113.5吨。根据一流深设计局官网公开的数据，伊尔 78M 在空中加油半径1000千米时最大供油量为 69.2 吨，2000千米加油半径时为50吨，加油半径3500千米时的最大供油量为 20.7 吨。由此保守推定，运20在加油半径为1000千米时最大供油量约为90吨，在加油半径2000千米时最大供油量约为70吨，3500千米时还可以保证约 41.5 吨的最大供油量，足够加满多架次的歼20战机远程持续作战需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作为加油最核心的问题，供油方式，不少分析人士猜测，运20很可能会使用软管加油的办法。根据伊尔系列加油机的模式，不少人推测可能会有一个加油点位于机身中部，也就是说，运20一共可以同时为3架军用飞机加油。不过软管加油对大气湍流敏感，对接比较困难，驾驶员技术要求高，其次是输油速度慢，约为每分钟1500升左右，给大型飞机加油需要时间长。因此，目前国际上也有硬管加油的方式。如今欧洲空军普遍装备的 A300 M2TT 加油机和美军的 KC-46， 也就是采用这种硬管加油方式，提高空中加油需要的时间，也相当于是提高了战场上的效率。有分析指出，中国如今正在研究硬管加油方式，不过因为相关方面的起步晚，在这一研究方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有猜测认为，这一时间大概是在5年左右，届时中国运20应用已经成熟，完全可以直接加装一份硬管加油机，提高战场加油效率。分析称，歼20的加油模式中很早就预留了一个硬管加油的设计和接口，很可能
就是给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准备的。分析人士推断，歼20采用硬管加油技术后，理论上可以在2分钟左右时间接受12000升，即近10吨燃油，这接近歼20的最大内油装载量。歼20受油后的最大航程超过8000千米，最大作战半径可轻松延长到3000千米以上。而经过多次受油，歼20完全可以像 F-22那样完成万里转场、跨洋洲际远程飞行。具备空中加油能力的歼20，在运20硬管加油机配合下，作战拦截范围可以覆盖第一、第二岛链区域，成为攻防兼备的中国空军最锋锐的长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航方面为运20不光进行了加油机的改装方案，还将成为中国下一代预警机研制的主攻方向。众所周知，网络化早已成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，必将成为各个应用领域的主导方向，而预警机也是如此。有消息人士透露，运20改预警机，网络技术应用是重中之重，将采用新型数据链技术，为网络提供资源的同时，融合多种平台的侦察或雷达数据，综合多种侦察数据，经过精细的数据分析，从而更高效地制定战略布局，把握战争的黄金时间，形成一条高效的发现即摧毁反应链，将这些数据的作用发挥到极致，实施精准作战。当然，想要形成体系化作战，数据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就成为了核心关键点。而这一点，中国显然要有预料，早在多年前就开始进行北斗系统的全球布局，而一个完整的北斗全球系统也必然为中国未来的作战体系保驾护航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运20改装预警机为了提高探测能力，采用了全新雷达技术。这一技术的应用就已超过了空警500，有效弥补了其续航时间不足、航程短的特点。运20的改装与升级，与空警500和空200的新旧搭配，不断促成战略转型，相辅相成。也有消息称，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、减少浪费，中国科研部门正在将预警机进行一体化的研究，比如射频一体化，即利用宽带器件技术，让原本一根天线发挥多种用处，在完成它接发信号的本职任务的同时，还能完成雷达、通信或侦察等各项任务。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搭载量，减轻机身结构的重量和建设成本，还能减少各天线之间的磁场干扰，简化信息传送流程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，高效的体系化作战，全球各国早有预见。而最近美军方面曝光的一份卫星拦截武器的采购计划，也证明美军已经在着手攻击控制他国卫星网络的战略布局。而近来2个月连续多次的航天损失，已经为中国航天航空部门敲响了警钟，太空战或许已经来临。